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Uncle Basil，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要说这红酒呀，现在是越来越流行了。如果说10年前你在酒局上点一杯红酒，大家肯定会觉得你是在装大头。那么现在呢，这红酒呀已经变成各大酒局的必备单品了。那周围的朋友已经开始喝红酒了，那还不是很了解红酒门道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也应该稍微了解一下呢？也不至于在某个酒局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尴尬。今天呢，菲菲就帮大家普及一下如何从红酒小白升级到红酒小达人。本期视频纯属干货，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呢，务必要收藏起来慢慢看，顺便点个赞。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去餐厅都会提供这种高脚杯。其实这并不是因为高脚杯看起来非常美观，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饮用红酒的方法。我们的手呢，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杯肚。因为啊，无论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它都有自己的适饮温度。白葡萄酒的适饮温度呢，通常是在16度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酒呀放到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大概3到4分钟，这个就是它的适饮温度了。因为白葡萄酒通常它都是开胃的，一般它的酸度都是比较高。如果你放在室温里面的这个温度去喝呢，喝起来都会感觉到满满嘴里的那种酸度，像是在喝柠檬汁。那红葡萄酒的适饮温度呢，大概是在18度，也就是这个比室温稍微低一点的温度。因为红葡萄酒一般它的单宁，也就是它的色度，还有它的酸度以及它的香度，在比较低温的情况下，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散发出来，就有可能被误诊为是一个比较劣质的酒。那大家想一想啊，餐厅提供给我们的酒温度一般都是最适合的了。如果我们的手呢触碰到这个杯肚，就会改变这个酒体的温度。所以记得下次持杯一定不可以碰到酒。第二个呢，就是如何优雅的晃杯。为什么要晃杯里的酒呢？因为优雅嘛，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晃杯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酒呀喝起来更柔顺。晃杯对于红酒来说，就跟我们早晨起来要醒盹的概念是一样的。对，红葡萄酒啊，它也是需要醒盹的，尤其是好酒。晃的这个动作呢，是在帮助你杯子里面的酒呀，去跟这个空气充分的接触，进行充分的氧化，让酒的单宁，也就是它的色度变得更柔和一些。常见的晃杯方式呢，就是像我这样在杯子上画圈圈，然后呢，或者是可以在空中这样画。还有一些大神经常喝酒的老饕们呢，他们就会这样去拿酒杯，看起来是不是很高端？所以要记住，晃杯子不仅仅是为了优雅，更是为了我们的酒去醒盹。下面我们来上点干货，看看这个酒呀究竟该怎么品。以下我总结了4个点。品酒呢，我们只需要记住望、闻、问、切。望，看酒的颜色；闻酒的味道；问，看酒标，了解酒的背景；还有切，就是尝味道。望，顾名思义呢，就是看的意思。拿到一杯酒，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看一下它的颜色，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步，这绝对是使你成为红酒小达人的必经之路。简单来说，一般欧洲酒呀，比如说法国酒、西班牙酒、意大利酒，它们的颜色都比较偏淡红。欧洲国家的酒通常它的颜色都非常轻柔淡雅，酒体的密度会显得十分单薄。那加州呢，或者澳大利亚、智利这些酒呢，它的颜色会偏深红一些，甚至接近红黑。这些地方气候呢都比较炎热，酒体密度比较大，所以颜色呢自然会深很多。闻呢，大家都知道是闻香味。实话实说呀，我很多周围喝酒的朋友在酒桌上都是完全会省略掉看颜色、闻味道这2个步骤的。那为什么专业的红酒人士会把闻味道看得十分重要呢？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呀，同样是酒，为什么有的酒可以卖10几块，有的酒可以卖成百上千块呢？到底它们的价格为什么要差那么多呢？答案就是这个味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呀，一瓶香奈儿的香水和一瓶花露水，大家会选哪一种呢？大家一定会选择香奈儿的香水，因为它呈现出来的香味是非常多变的。那花露水呢？当然我奶奶那个时代呀，也许会用花露水去除个蚊，开个玩笑啊。那我们想想，那花露水的味道是怎么？就是从头到尾一个味道。那我们聊的红酒的味道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负责任的说啊，一瓶廉价的红酒，你自始至终闻到的其实就
就这么几个味道，即便过了1个小时、几个小时，仍然会保持不变。那么昂贵的红酒就完全不一样了哟。你把酒打开之后呀，它的香味会变得非常丰富，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呢，它会慢慢的散发出更多的味道。这其中的秘密也正是一款昂贵红酒的表现力了。所以小伙伴要记住呀，下次喝红酒一定要先看再闻，这是可以帮助你判断一款酒好坏的重要武器哦。看酒标，为啥我让大家看酒标呢？目的就是看酒标呀，你可以大概判断一个酒的味道。不同的葡萄品种、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年份，酒的味道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方法非常适用在新世界的酒上面。那么新世界中，美国、澳大利亚、智利这些国家的酒呢，通常酒标上都会标注它的葡萄品种、年份以及产区。旧世界就比较复杂一些了，它会标注酒庄的等级以及产地。你们的记忆力如果是好呢，我建议大家去稍微记一下这些基本的葡萄品种，还有它对应的味道。还有呢，就是那些法国酒，你可以记住它著名的产区以及这个产区相对应的味道。同理，法国酒也是一样，同样产区的酒呢，多喝几次，自然而然呢，你这个舌头呀就会记住它们产区的风味了。切就是品酒，什么是正确的品酒方式呢？我们可以从品酒中获得什么呢？说了这么多，终于可以喝酒了。注意，我说的不是让你喝光光，而是让你先喝一小口，让酒液呢在你的口腔里面这样转动。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去判断这个酒呀到底值个多少钱。对，就是这么容易。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酒体啊是不是平衡的。我们口腔里啊可以感受到红酒的味道有甜呐、涩度呀，还有它的酸度。甜度呢，顾名思义就是糖果的那种甜。涩度呢，葡萄酒中有一种物质叫做单宁，单宁越高呢，我们感受到的涩度也是越强烈的。我们喝一口酒到嘴里，感觉到这个酒这个嘴里面像很多小八爪鱼在吸口腔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其实就是单宁带给我们的。酸度，望梅止渴大家都了解吧？对，就是那个酒呀，到了你的嘴里，你会觉得有一种流口水的感觉，这个就是酸度。那么喝一口酒之后，如果是3个味道，任何一种味道都非常突出呢，就不能代表这是一款比较好的酒，比如说它很酸或者它很涩。如果你觉得喝起来非常柔和，那这3个味道非常均衡，那我们可以初步的去判断这是一款还是不错的酒。再来，通过品酒，我们还可以判断一款酒的味道是否多样。如果你喝到的味道不单一的，而且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味道还会产生变化，那10有8九这是一款好酒。一款酒呀，根本没有固定的味道，所以你能品尝出来的酒的味道，也就是它的味道了。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联想力和想象力，把这个酒的味道呀，跟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经历的味道联系在一起去描述。当然，多喝多闻各种不同的酒，自己多做对比，多品尝，自然而然呢，你就会知道这个味道了。最后，尝酒的过程呢，我们还会需要去感受这个酒的重量，比如说这个酒喝到嘴里，它是像牛奶一样重呢，还是像水一样轻？还有它的酒精度，以及酒在我们喉咙里面停留的那个时间。很多不怎么好的酒呀，入口的味道是很浓，很好喝，但是并没有停留很长时间，它那个味道就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也证明这款酒其实是有缺失的。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呀，今天我们聊的是如何优雅的举杯晃杯，还有就是红酒中的望闻问切，看颜色、闻味道、看酒标、尝味道。你只需要记住这些，我包你下次在酒局的时候绝对会让你的小伙伴刮目相看。对了，大家如果想买一些红酒练练舌头的话呢，我建议你们选一些价格有所区分的，并且来自不同产区的酒，而且不要太廉价，然后去跟它横向的去对比。原因很简单，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几款酒横向去试饮呢，可以快速的帮助你抓住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记住我聊的这些，我相信不要太久，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红酒小达人的。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关注。如果内容太多，可以收藏以后慢慢看。要是有什么想了解的酒或者想听的话题，请给我在屏幕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